看看今天小狼是给大伙儿带来《三国战纪19》震天 TAS 单秒张辽张辽秒14的这么一个视频。张辽的话呢，从最开始人脑最开始是只能秒9，后来是秒10，然后 TAS 呢直接上手就是秒12，然后呢又出了 TAS 秒13，然后呢上一部作品呢是张辽 TAS 正路秒13，虽然说都是秒13啊，他这个正路呢，因为没有秒2个孟获，所以说啊没有秒13啊，没有，所以说只是秒了13。而这次呢，咱们张辽是秒14个 BOSS， 兄弟们啊，秒14个 BOSS， 这样的话呢，又是在数量上啊，又是增加了，也是整个这个咱们现在《三国战记》的这个。正版119上啊，咱们包括 TAS 啊，包括这个人脑啊，都算上。张辽最高的单秒14，也是追平了当年咱们人脑的这个貂蝉和赵云的记录。最开始很多人认为单秒嘛，只有貂蝉和赵云才能秒，剩下的其他人张辽还算好，只能秒9个，对吧？张飞秒5个，马超、诸葛亮秒5个，然后呢，这个关羽呢，好像也就是说。能秒个几个啊？因为它不像 TAS 最多还能秒14啊。关羽也是可以秒14的。那么什么时候关羽什么时候能秒再更多呢？我不太清楚。但是关羽呢，目前是秒14 TAS， 而这个张辽呢，一直都是秒13，今天也是秒14了，出来了啊，也是第4个到14的啊。大伙能理解吧？有东东不死传说的 TAS 吗？东东不死传说的 TAS 谁做呀？找我就是 TAS， 好吧啊！我今天膝盖有点疼啊，有点难受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右腿的膝盖左棱盖好像有点问题。好，咱们现在走的是上路啊，走的是上路。一会儿呢是这样子，我们这个张辽是他这个张辽打的比张飞快啊，快很多。因为是打的这个路线，咱们应该是不会考虑到那个走雷道啊，应该不会考虑到走雷道了。不过也没准看情况，反正呢就是这个意思。张辽是能吃招安状的，这一点呢也比张飞好了不知道多少倍。张飞呢秒11，但是呢他吃不了招安状。这里面呢咱们有2个招安状，虽然说不能叠加着使用啊，你只能也就算是当你需要的时候，你只有1个啊，那真没有办法，那怎么办？1个啊，对吧？也比没有强，对吧？1个也能可以让咱们把一个非常讨厌的 BOSS 给他秒掉就可以了。当然，最开始很多人脑单秒这个吕蒙啊，张辽单秒吕蒙，这个招安状放了之后，甚至连必杀都不用啊，这都可以。后前手前 A， 下蹲 A， 追地后前，前手一根，2追，最后肯定是要跳 A 接这个翻雷滚天了啊！最后一次追地后前。跳 A 跳好的后前啊，不用啊，这个正好的。张辽打孙基可以不用爆气，不用必杀啊，这个设计的非常好啊，非常贴心了，有点东西了啊。这个作者还是我们的黑色翅膀啊，也是咱们的这个 B 站的 UP 主。如果大伙有想法的话，可以选择在 B 站啊 ，B 站搜索这个。Black 翅膀啊，就是他啊本人。哦，对，孙尚香严格来讲应该是武将对吧？啊，兄弟们，孙尚香应该是武将是吧？那张辽是不是有血脉压制啊？孙尚香是吴国人啊，那对吴国人有血脉压制，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。这秦王鞭石难接，对呀，难接不代表接不上。但是呢，没有，所以说就没有这个必要了，是吧？啊，就可能就没这么接。好了，感谢我们的洛友啊，洛哥也来助威了啊，支持我狼一手啊，非常感谢啊。一会儿呢，我们这个视频解说完，就是我们的新年啊，新年快乐啊，新年快乐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炮王啊，昨天告诉我是炮王啊。就是化名为虚总啊，虚总一手招财飞机，洛哥一手飞机，2个人双飞我啊，2个人双飞我，哎，炮王坠了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坠呢啊？之后呢是这个张飞、赵云的啊，不，今天没有了，但是呢，下一部的这个黑色翅膀的作品呢，应该是
赵云跟张飞的无蹲单秒啊，无蹲合秒啊，就是不蹲啊，然后呢这个进行秒杀。这个不蹲的话呢，其实是有操作上的难度，但是咱们是 TAS 嘛，你们懂的啊。有飞机卡坠了啊！这个战山哥的卡又坠了，是不是啊？战山哥有点东西啊，他那卡我还以为是上一波送的，结果不知道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？确实是有点贵了啊！战山哥，这个卡坠的，而且不仅死，而且死的死的啊！确实死的死的，我真是服了啊！这个真是怎么说呢啊？啊，那个蝎子无限出来，那个蝎子啊，这个确实是狠啊！贪婪本性，我当然贪了，我当然贪了啊！好，看看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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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感谢我的洛洛哥跟西枣，外加刚才我们的战山哥啊，连续的赠送卡啊。然后大家伙儿宝箱啊，今天宝箱非常多啊，今天宝箱这么多，大家伙儿是不是应该那什么了啊？不过我感觉今天好像有点过分了。这个不是说那个大年30的时候，然后送完了之后可以给送一个什么东西嘛？有一个那个什么，结果现在没有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四星挑战已经过了啊？早就过了吧啊？大家4星挑战过了，但是那个没有那个什么啊，没有那个，那这个多多少少有点过分的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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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好，一顿前前顶。哎呦小的时候这么通关你们见过吗？我都没见过啊！这个他妈也算无限连了吧，兄弟们？这个肯定不算无限连，但是呢，他妈的他妈就是无限连呐啊！这你们操，这算伪秒杀，兄弟们啊！这个是伪秒杀吧？啊，操，这不是就是你们肯定看完这个视频，可能很多人会被误导，说小狼啊，这个游戏对吧？这么简单啊？小狼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说怎么回事？他说我一看啊，原来是刚才有一个张辽一顿前膝盖啊，他妈磕膝盖冲后，一顿前膝盖磕逼了，直接磕逼了。好，看看铁甲兵啊，铁甲兵一顿呆，哎。当当当当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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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好，张辽那不是铁膝盖啊，他那个膝盖上都放那个辣条了啊，非常爽。好，赵云那个前顶，你说的应该是暴气前挫是吧？其实呢，感觉好像就是包括啊，很多伪秒杀，兄弟们啊，就包括就是打那个孙基、诸葛亮，可以 A 一下蹲下来 A 一下，然后再站起来 A 一下，再蹲下来 A 一下，就这么打啊，咱们就可以把这个 BOSS 打死啊。虽然说是有连击，但是大伙知道他是想反击，但是没反出来，被破招了啊，就是这么个路子。他一直不倒地，所以说无限连，他一直站立的姿态嘛，就是哎站 A 蹲站 A 蹲站 A 蹲，我是真的服了啊。张辽身高多少？这里面看这个张辽可能稍微有点矮，而且张辽是手拿2个大砍刀，鸡鸭鹅狗还有猫，对吧？确实感觉你瘦了很多，这句话说的我耳朵都起茧子啦！我瘦了60斤，怎么说？好，这里面呢，咱们虽然说是在这里无限刷兵啊，兄弟们啊，
不要误会，这里面呢咱们是控制等级。这里面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等级呢看分来控制。为什么要控制等级呢？就是因为在连招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个这个升级来搞定啊。而且呢，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，就是说，有的时候呢说他，比如说这关秒杀 BOSS 它不需要升级呀，我也不需要升级呀，那我为什么要控呢？那么我之后的 BOSS 要控分。第一呢，我们压等级啊，咱们要压这个伤害。比如说有的时候到了10级才能秒什么 BOSS， 到了15级伤害才能够啊，或者到了20级我们才能对这个第6关的 BOSS 怎么样啊？大家伙能理解吧啊？所以说前面能刷的时候呢，要多刷一刷。这个地方呢也是，但凡看过《风云再起》的玩家啊，应该对这个场景非常了解了啊，就是赵云啊，还有尤其是赵云跟马超这两个不要逼脸的俩人啊，逮着这个铁甲兵啊一顿干啊。就是咔咔就是干，撑天火车站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老宋，也就是肉山啊，老宋啊，直接赠送我狼8手办卡。我操，外面炸了，全是炮啊！外面是这个啊，好了，我一共是10手办卡啊，一共是10手办卡。大哥，你家放1万响吗？服了啊！讨厌啊，真是这个炮放的噼里啪啦的啊，真是服了啊！是不是放炮的时候我说话你们都听不见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蔚蓝哥啊，蔚蓝哥也是5手办卡，然后刚才是说8手，其实是10手办卡，来自于我们的老宋啊。哪黑龙江哪儿都能放鞭炮啊！放鞭炮呢，说白了就是我们平时可能对这个我们平时不怎么污染环境，所以说现在可以放。然后呢，对于防火意识呢还是比较好的，应该这么一个设计啊。好，啊，前程带顶，单 A 顶，不是石七哥忍不住了啊！本身已经准备好小啤酒了，但是17哥忍不住了啊！先送了一个招财飞机，不可能会坠，我今天怎么可能会坠呢？对不对？这是不可能的啊！感谢我们17哥的一手招飞啊！张辽这个跳脚这招特别有意思啊！小的时候咱们管这个脚叫神秘脚不什么的，但是这个跳脚他这招呢是跳跃攻击当中一个异类，其他人的跳跃攻击啊都没有他这个跳跃攻击这么爽，能够踢下来啊！包括张飞的啊，包括什么关羽的啊，跳跃攻击都不是很厉害的啊。不可能坠，那你今天别上厕所了。不是俊老板就是卡着我上厕所，然后坠一手，太狠了啊，太狠了。今天奔着5星去是吗？今天能到5星吗？一个炸花，直接7级了，看没见？哎，直接7级了。这一个炸花4个目标就是2万分啊，兄弟们啊，分数非常高。好，忍一手，一个铁莲花。哎呦哇，真爽，过瘾啊！这仗打的啊！那我就更不让他过咱们防区了，对不对？这一下4万分到手啊，天下我有。这个哎，这个小兵身上还有3000分，我记得好像是。好，好，感谢我们的这个威震天，又是3手办卡。今天我狼是真的炸了啊！我们看看，一会儿无名小卒。我看看怎么说啊，一个兵也能卡。先是用什么起手啊？是用毒镖起手吗？镖啊，不是，是用金猪起手。1、2、3下端 A，1、2、3，然后选择前手下端 A， 一个招安撞，单 A 秦王鞭，前手一根，前金锁，范雷滚天，捡起来，追地暴气秦王，前手。这个你说难听点，这个招安撞你不放白不放啊！真的是不放白不放。虽然说呢，咱们没有这个将军印，咱们就放了，但是呢，确实是不放白不放。好，看看蝎子过江，又是没卡到慢动作啊！
还是要卡到慢动作再放才好看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才叫爽嘛啊！梆梆梆梆梆梆。好。喂，秦王边顶，到底是秦王边石还是秦王边顶啊？真是官方说的应该是边石对吧？啊，好，这是感觉到这个气儿够了似的啊，随便打。我就记得环卫工人也没啥，记得那时候结婚，对吧？这个一有结婚的，这个环卫工人就跑到那个办婚礼饭店门口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给他放完炮，他就去打扫卫生。这边东家呢就得给钱啊，就得给钱。好，又是这么打啊，还是要走下路，然后打王平的路子，非常赖啊。秦王边石，小的时候我们管这个秦王边石啊，都叫横扫千军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小时候管这叫横扫千军，因为这招确实是歘歘，有点像那个第8段广播体操那个伸展运动啊，有点像伸展运动的，对不对？噔噔噔噔噔噔，你说那个牌子挡道了，那个牌子上写的是啥？3碗不过冈。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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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来看看这个熊，这熊睡得挺香啊，这熊。哎，这熊的舌头好红啊！其实我想说，真实的人见着熊不得吓死了，真的，怎么打呀？你能打得过吗？就像那个令狐冲跟岳不群似的啊，岳不群说要杀令狐冲，令狐冲说你打得过我吗？啊，就那种感觉，来的啊。好，内有恶犬，内有恶熊。好啊，不走下方密室，我们看看。箭头啊，一猜就是，再来一个箭头。好，哈哈哈哈。我们看看啊，没有啊，有一只老虎啊，一只老虎，一个土雷烧掉，直接飞轮起手暴气前手，再前手，再前手，再前手，然后秦王啊，下轮 A 啊，无所谓啊。哎呀妈！反正这个 boss 啊，永远都是游戏厅里面死的最惨的 boss。就连小梁当年不会玩，对吧？不会玩，然后跟着大神啊，我们游戏厅的大神一起混啊。这个 boss 他都让我打，我说让我试一试，我说怎么打？他说你就站在这个 boss 后面打，对吧？他一起身你就绕到他后面去。我说好嘞。然后我发现这个 boss 真的跟屎一样啊。当然得有人帮你看住小兵，那如果是没有人帮你看住小兵呢，那你就选择，对吧？那你就选择卡兵。但是那个时候咱们没有卡兵这个概念啊，不会卡，所以说也就无所谓了啊。好，看看，喂。好，看看怎么说。这个推完了之后，镜头一转啊，这是有一个转啊，然后直接一个翻天斩，飞轮起手吧，果然是飞轮起手，暴气前手，
跟秒这个梦幽差不多，但是呢，咱们的细节方面上，看看这4招啊，最后是接秦王了啊，后前手，再前手一根，单 1-2 血杀，好了，再前手1-2血杀，最后一追前手1-2血杀，我操，就一个飞轮加1颗气，直接就能秒，我是真的。要不说这个人脑啊，跟这个 TAS 啊，还真是没法说了啊。左慈完了我就走，然后你感觉我不是小狼是小狗是吗？啊，完事了不是应该是小啤酒吗？对不对？好，上方的密室都不进了，不是吧？好像还能进啊，好像还能进，我就不相信他密室都不进了啊。真的不进啊！好的，毫无牌面的金盔要掠啊，一点牌面都没有，真事儿啊！来看看，一会儿应该不会玩王者了，应该给大家伙儿直接就嗨起来了啊！陪大家伙儿跨年了，大概是10点半左右，咱们应该10点半多，咱们就能解说完。解说完之后呢，咱们就开始从11点钟开始啊，咱们就已经开始活跃气氛了啊，活跃组啊！杀手锏，好的，直接一个飞盘，然后直接张灵剑起手，暴气前手一根。这个单秒张辽的话，他是选择了用这个张灵剑的路子了啊，追地后前啊，这个只要有张灵剑起手，怎么玩都行了。2追，对吧？伤害够啊啊！3追后前前手1-2血杀，1-2-3血杀啊！第3点的时候一定要快啊！为啥喝啤的不喝白的？喝不动，不愿意喝啊。这张辽长得贼像你小学的时候体育老师。你那张辽，你要说发型像，那更屌了啊！这张辽前面这2个刘海儿挺有意思的啊。你看铁甲兵太惨了，一个铁甲兵用一个秦王打2点直接秒杀，这个小兵都死不了，我操！张辽克铁甲兵吗？好。这2把刀像我们体育老师拿的。现实生活中这种刀叫什么？叫大砍刀是吗？大家伙知道什么叫片儿刀吗？小时候看那个《古惑仔》啥的，一天天来的啊。好，大哥，他连大腿都没有扔呢，你就直接给人砍了，也太不近人情了啊！片儿刀啊，柳叶刀，太狠！好，看一下啊，挖宝熟吗？那个刀不行，那个刀太面啊，杀不了人，是吧？有的刀设计出来就是不为了让你杀人的，只是为了让你把人整疼、整受伤了。这种情况的，你说设计武器也是啊。说现实生活中如果有这样的武器，就是麻醉枪，打到你身上就晕了，就像那个哆啦 A 梦给大雄的那个麻醉枪似的，是不是？那就狠了啊！我初中音乐老师就是混社会的，长发还有纹身。但是你就说但是吧啊，你就说但是吧啊。我们音乐老师姓陈，对吧？姓陈名浩南啊。我们学校是热血高校。
游戏里颜良文丑，太史慈啥都没有。这里面吧，因为他这个游戏先是从截江救阿斗开始，那个时候呢，连赤壁之战都结束了，知道什么意思吧？赤壁之战都结束了，所以说呢，就没有什么，对吧？你就之前的人物就没有了。很多人说小狼，那为什么还有吕布呢？这里面吧，就不得不承认啊，这个吕布啊，还有貂蝉这种类型人物呢，因为人气太高，你不能不加。说难听点吧，还不是因为你太史慈啊，什么你们颜良文丑啊，人气不高嘛，对吧？人气低呀，你人气高点不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。好，秦王变体。老师打不过学生心，老师打学生，老师打，现在老师打学生可真不敢打了。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老师是打学生的，老师打完学生，然后回去家长就说：“哎，这才叫好老师啊！”当然是呢，我们那个时候打呢，99%也都是正常，就是教训一下啊，教训一下，不是说真给你打坏了什么的，就是为了让你疼啊。你比如说有的小孩犯错误不写作业，交代你的事儿你不完成啊，老师给你寄予厚望，对不对？教不严师之惰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吧，你要是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去打学生，这个肯定不行啊，那肯定不行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学生打老师，我就用一句话来形容你，就是你前途没有了，你完了你啊，你前途没有了，你知道吗？太狠了啊！我小学老师也是打扮的非常妖娆啊，班主任还是啊，我小学班主任打扮的非常妖娆，不得不承认我小学班主任长得还挺好看的啊。但是呢，就只有我印象中，只有我的小学班主任是打扮的非常妖娆啊，非常的就现在来看有点像那种就是就是大学刚毕业的那个女生，然后那个啊，对吧？然后那个带班机。还有就是什么呢？还有就是我大学老师了。那我大学的老师，其实这个真的是无所谓啊，你懂的啊，大学老师啊。好，一个铁莲花能炸多少个？我操，炸了不少。好，感谢我们的蓝哥，哇，蓝色哥直接3飞，直接3飞啊！不可能坠啊！我没上厕所，肯定是坠不了。直接一手3飞支持我狼啊！对我狼是真的好啊！那不能坠，不能，哪能够呢？怎么可能呢？对吧？啊！当当当当！好，这个蓝色哥3飞啊！真是啊，我每次一来蓝哥都是双飞，今天来了一手3飞，大过年的又支持我一手，我真的是啊！我狼今天我现在小时榜是不是最起码能排上前3了啊？现在小时榜有没有前3啊？我操，你这个铁莲花放的跟没放一样啊！好，一谈到老师，你们就真的，我高中的女老师是我小姑的大学同学。啊，叫刘文红啊，这个名字你一听就是有点啊那个年代的老师了，对吧？那个年代的那个女人的名字是吧？啊，但是呢，由于我高中的好的，先是一个飞轮，然后接这个风点残云杀，然后回身跟上一个升级，再进行连招，追地后前手，前手一根。这个咱们可没放招安状啊，兄弟们啊！正常人刀秒的话是要放招安状的，再爆气，前手一根，再前手。秦王，好的，直接一个已经是2手这个9节杖了。这点给大家伙看一下啊，你看没看见啊？咱们是飞轮起手，直接接风点残云杀，然后马上呢利用升级重置把对方弹起来，进行继续的连段，同时呢利用3追把这个吕蒙给搞死。为什么张辽这么牛逼呢？啊，就是因为张辽对吴将啊有天生的这个血脉压制。所以说呢，打吴军的将领呢，非常的疼，也导致了这个套路呢成功的实行了。毕竟是一个守关的 BOSS 嘛啊。
好，那张辽确实非常帅啊。吕蒙是不是大人物？我跟大家伙说啊，那东吴的几个都督，首先东吴排名第一的大都督应该是谁啊？那就是周瑜了啊，对吧？第二个大都督是谁？鲁肃。第三个大都督是谁？吕蒙。第四个大都督是谁？陆逊啊。其实陆逊时期的时候呢，陆逊呢，他虽然说带兵啊，肯定是非常非常强悍的，但是其实陆逊的地位呢，当时有一个人啊。这个人呢，虽然说他行的是这个搞内政的职，但是呢，这个应该说是孙权啊非常倚重这个人的。这个人叫顾雍，啊，这个名非常的逗啊，就是雇佣的啊，叫顾雍。这个顾雍的这个人呢，其实有点掣肘这个陆逊，因为所以说无论陆逊啊，虽然说他不是短命的这个大都督，但是呢，他的死相是非常惨的，他参与了宫斗，所以说。不能叫宫斗啊，这个有点误会了啊。夺嫡之争啊，曹操那个夺嫡之争，你们看见没有啊？对吧？也是死了挺多人，比如说杨修啊，对吧？也比如说像曹丕成事儿了之后呢，准备要杀自己的弟弟啊，还要骗自己的另外一个弟弟，对吧？还要安抚自己的另外一个弟弟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所以说就是非常强悍啊。Go！ 好，掣肘，对，掣肘。我这个一说吧，就是说的有点这个顺口了啊，就跟那个千里迢迢千里昭昭似的啊，说顺嘴了啊。这东吴四都督每一个都可以把鼠哥提起来玩。这个其实吧，怎么说这个事儿呢啊？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还是不了解一个事儿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光脚不怕穿鞋的。当刘备是光脚的时候，刘备是最厉害的。你们没发现吗？刘备光脚的时候是最让人头疼的。但刘备真成事儿了，真是三分天下得其一的时候，就是他走向衰落的时候。这一点吧，咱们你看剧就知道了。刘备最开始啥也不是的时候，就能对吧拿到关张二将啊，然后张飞呢出钱儿，他就可以混到这个平原令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这个就很厉害。同时呢，对吧？自从有了这个什么啊，自从有了这个像什么啊什么像那个简雍啊在徐州，对吧啊？还有一些什么像那些什么。叫糜竺啊，再往后还有什么伊吉啊，这些人啊，他就觉得自己啊还是有上升空间，到有徐庶啊，然后再到诸葛啊，庞统，再到五虎将啊，全记齐了，法正啊拿到了西川，结果呢，就好比啊，他去这个刘备啊，去哪儿呢？去这个征讨东吴的时候，大败而归。最后呢，病死在白帝城，非常惨烈吧啊！而这个你们看那个对吧？这个老罗他的师傅老师啊，施耐庵啊，这个施耐庵呢写的是《水浒传》啊，《水浒传》里面也有一个悲情角色啊，这个人非常的悲情，就是朝天王晁盖。晁盖这个人呢，虽然说呢，没有什么成龙之志啊，他不像方腊，他也不像宋江啊那种忠君报国这种感觉。但是呢，晁盖呢确实是啊，也是非常讲义气，当然呢也是有点小脾气啊，而且人物的性格呢也有缺点。这两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？就是他们两个出军打仗的时候啊，带的人呢不对啊，晁盖呢虽然说带了林冲，因为只有林冲他才绝对的信任啊。好了，先手一个风卷残云升级，你看还是用升级来重置啊。非常的赖的啊！再前手第4点血杀，好的，再跟曹冲和曹植哪个都比曹丕有才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政治领导人是不需要有才的，对吧？就跟那个玄武状元，力气大去挑大粪好了，对吧？你去挑大粪好了，对吧？好的，感谢我们的饶马西索啊，感谢我们的西索哥一首招财飞接啊！今天晚上真的是啊，曹冲是小孩子嘛，对吧？那你说那甘罗那12岁还能当那个上卿，相当于现在的宰相啊。但是呢，
你也懂的啊，那个时候国家的宰相其实不大啊，国家和这个皇帝的这个宰相还不一样啊。甘罗12岁就可以当宰相，那是不是更厉害啊？对吧？这个事儿就是这么个情况啊。那你曹冲啊，但是呢，曹丕确实是厉害。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个刘备不说了吗？说卿才华高于曹丕10倍。如果要是说啊，对吧？这个刘禅这个人不才，你可以废了他，成为这个成都之主。甭管这句话怎么样啊，甭管这句话怎么样，但是事实上，我跟你们讲啊，诸葛亮呢，他是根本就不需要害怕刘备的。大家伙懂什么意思吧？就是诸葛亮的权力在刘备死后，你知道他的权力有多大吗？他的权力就是，刘禅真的是一个吉祥物。理论上来讲，他说啥就是啥，知道吧？啊，外面又放炮了吧？下得慢，看招！娘啊！娘啊！娘啊！太狠了啊！好，一个人盾射，反正也秒不了啊，反正也秒不了。诸葛亮呢？你看啊，诸葛亮的人品好到什么程度啊？诸葛亮呢，既没有封公，也没有封王，兄弟们啊，没有封公，也没有封王。你想想啊，诸葛亮这个最后他只不过是一个啊，这个最大的侯啊，县侯，武乡侯啊，武乡侯就是一个县侯的位置。啊，好了，感谢我们的迎风撒尿哥啊，一首雪人飞机。哎，这个怎么样？为什么有的时候是雪飞，有的时候是朝飞啊？不一样啊！你们这个点睡啊，大年30的这个点就睡了，有点来的啊。这个武乡侯和县侯有对吧？这个它是一个，它这武乡是一个县，我不止一次说过这个事儿。然后呢，当然你想想，张飞作为国丈，兄弟们啊，而且是1打1的国丈。什么叫国丈？就是皇帝的老婆的父亲就是国丈，皇帝的老婆的哥哥就是国舅啊。那么皇帝的皇后是嫡系的父亲啊。张飞的2个女儿都是皇后啊，大女儿和二女儿都是先后当皇后，大女儿后来死了，二女儿就封为皇后。都是皇后，那你说张飞的位置应该什么样？哎，张飞也是一个县侯啊，是封为西乡侯，也是一个县啊，但是呢没有这个地方啊。就说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，所以说呢，连张飞都没有封公封王，而这个三国当中啊，关羽的这个位置呢是亭侯。但为什么说刘备不给他封侯呢？因为这个关羽这个亭侯吧，含金量比较高。虽然说是一个亭侯，但他这个亭侯呢，可是汉献帝封的，啊，他可是汉献帝封的，知道吧？他这个亭侯含金量高，啊，知道什么意思吧？而且呢，还有一件事呢，就是在《三国演义》当中，你看那个电视剧里面演的啊，关羽死了之后，曹操呢厚葬关羽，为了这个不让蜀国找他报仇，啊，厚葬关羽。啊，然后呢，封关羽为什么？荆王，啊，就是荆州之王，啊，这个说白了，就好比秦王，好比魏王，啊，好比什么齐王等等啊，就是荆这个地方啊，我封你为这个荆王，啊，大家伙儿知道什么意思吧？啊，这个当然正史里是没有的啊，正史里是没有的，但是呢，咱们《三国演义》里面是写的。这个荆王死后追封为王，他可不是公。如果是个公的话，那么的位置呢还有点低，他封他为王，那可是跟刘备的汉中王，跟这个吴国的这个吴王可是一样的啊，位置是一样的。当然死后追封啊，这个事儿就不说了，对吧？你死后追封了，这怎么说呢啊？所以说你想想吧啊，你想想这个，该说不说啊，该说不说这个关羽的地位为啥高啊？甭管是民间传说、正史上的历史，刘关张3人啊，就是这个你管那是刘皇叔这个人怎么呢？愿意哭，愿意心机；张飞这个人对吧？杀人怎地啊？就是法外狂徒。但是这哥仨的友情是真的好，宁学桃园3结义，莫学瓦岗一炷香啊。
要说这个三国这个友情啊，好，先手一个，我操，这个许旭死的好惨啊！先是一个九节杖，然后九节杖暴气接咱们的这个风远残云杀，这个我感觉也只有用 TAS 才能这么接了吧啊！好的，再追地后前，前手一根，好，翻雷滚接，追地暴气前手，好的，死的太惨了啊！啊，桃园三坑。要说实话，刘备我每次我都说，所有的有很多人，他手底下的人对他100%谈不上啊，90%的人都忠心啊，都忠心，而且能力都是一等一的。可是呢，还是没有夺取天下，还是输了。为什么？既有天命，也有人的性格弱点啊，对吧？刘备一生啊都标榜着仁义，每与操反，就每啊与曹操相反。曹操他暴政，我就仁政；曹操呢，他宽政，我就严政；曹操呢，屠城，我就为民心。啊，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啊，很多人老百姓明明知道我一个老百姓是吧，对吧？你谁打仗赢了，我就尊谁为我们的主人呗，对吧？我是你们的老百姓就行了呗。可是为什么要跟着刘备携民渡江？不仅对吧？啊，对吧？他可能有这个想法。第一，跟着刘皇叔有饭吃，以后呢我们能发达。这一点呢，到后面其实也印证了刘皇叔确实是有本事的。第二呢，这个还是怕曹操屠城，因为曹操曾经是要屠城的啊。这个徐州这个几个城池啊都被他屠了，所以说呢，这个老百姓害怕曹操啊屠城啊，所以说也是。你看曹操啊，就是甭管曹操真实人他怎么样啊，就在传说也好，还是在历史当中也好，很多人对他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心狠，这样的啊，对吧？但事实上就是啊，有的时候呢，你没法说。你比如说，对吧？秦国啊，是吧？咱们这个秦国打败赵国的时候，坑杀了赵国40万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军人，对吧？全都给埋了，活埋了。你想想那怎么办？有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。战争啊，如果战争还要再讲仁义啊，是真没有办法，对吧？你好比曹操，都是大汉的子民，曹操为什么要屠城，对吧？我要如果不放出这个信号来，说句实在话呀，你们可真的是不行啊，你们可真不投降啊，对吧？我先必须得吓唬你，至于屠不屠再说。还有呢，就是有很多打仗的，对吧？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。我为主公卖命，我去打这个城池，我打仗，我虽然说我相信咱们能赢，但是呢，我希望咱们能赢，但是万一我死了呢？所以说一定要有丰厚的报酬。你打赢仗了呢，不需要你给我发多少赏钱，那没几个钱。就像那个楚云飞给他的军官敢死队发那个大洋袁大头，最后全撇了一样。那你说死了你还要钱干什么？但是万一没死呢，那点钱也不够，也没几个钱。怎么办？怎么才能有钱呢？最简单的就是一旦我们打赢了，打进城池内，我们不是屠城啊，我们抢到的金银珠宝、奴隶、女人，可全都是我们的啊！可全都是我们的啊！知道什么意思吧？这个对吧？你这城里面的谁家的漂亮媳妇儿，可全是我的了。曹操是何等人也？那曹操带的兵又是何许人也？为什么要携民渡江？为什么老百姓拼了命也要跟着渡江？那不是有金银财宝，就是有媳妇儿，怕自己的媳妇儿、自己的小妾被人抢走。真事儿的啊，你真事儿的。你当兵的，说难听点，当兵的去了，这个曹操说是可以，我们对百姓要秋毫无犯，但是为了奖赏自己的军民，曹操有的时候一整就没钱。大伙儿看过那对吧？电视剧里也经常讲，大家就曹操想要借这个一个军粮官，我要借你身上一件东西。他说借什么？要借你的人头一用。他说干啥呀？对吧？啊，对吧？我要借这个人头一用，你呢是得借我啊，你得借我。为啥要借我呢？这个我没有粮了啊，用小胡分粮食，我得告诉你怎么回事啊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是张角金起手，秒杀不掉啊，这个 boss 啊。
这个 boss 是真秒杀不掉，他也是尝试着玩一玩，跟秒杀没有关系的啊。好，汝妻子我养之，汝勿虑也。好，汝勿虑，绿就是绿色的绿。若不是你这样闯进我生活，好。刘备吧，你看电视剧里面演的啊，为啥说刘备讲究呢？这个诸葛亮啊、赵云呐、啥的都已经把刘备给劝住了，刘备都已经听话了啊，对吧？刘备都已经听话了，都已经劝住了。张飞头发都白了，张飞跑过来了，大哥啊，二哥，张飞就哭着跑过来啊，指着刘备的鼻子就也没骂，对吧？对吧？陛下，他喊的不是大哥了，到一进来之后开始喊了，陛下是不是忘了桃园三结义了啊？你这一下就给刘备架在炉子上烤了，泪目了啊！就说句实在话，你想想古城相会的时候，关羽投降曹操，带着2位嫂嫂投降曹操，最后过五关斩六将。古城相会之前，这个，你看那个张飞见到关羽。虽然说没有下杀手，但是呢生气，骑着马就急眼了，就要一矛刺死关羽。关羽紧着解释不相信，只能斩了这个蔡阳。这不蔡阳想要为自己的侄子这个秦琪来报仇吗？蔡阳过来送人头，关羽说：“你休等啊，你等我，擂鼓助阵，我咔过去啊，可能没有个几回合。”蔡阳懒闲子啊，就给蔡阳给砍了。然后二哥。对吧？你看看这种感情，你们想一下，想当年他误会二哥，背叛自己的大哥，对吧？然后等有一天二哥被杀了，我们要报仇的时候，你想一想，张飞他应该怎么办？张飞这个人嫉恶如仇，兄弟们啊，张飞这个人可是真的是嫉恶如仇，啊，该说不说，对不对？你电视剧里面啊，我看哭的地方不多。排名第一就得是诸葛亮，临死之前啊，要留一些遗言啊，怎么样？然后呢，诸葛亮呢就梦到啊，就搁那恍惚之间就梦到什么呢？梦到这个叫这个刘禅坐在皇位上，然后孙权还有曹睿2个人往地下一跪，俯首称臣啊，俯首称臣，这是。这是这个诸葛亮啊，临死之前有个幻觉啊。然后第二个哭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哭呢，当然也是就是诸葛亮那一串啊，就诸葛亮就出殡啥的啊，包括那个啊，这个最后那扇子一掉，这是诸葛亮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也得是这个刘备啊。刘备死的时候呢，央视呢是觉得可能有点牛鬼蛇神了啊，他把一段给剪了，这个咱们大家伙儿到 B 站可以看见。就刘备临死之前呢，就是他见到什么了？见到关羽和张飞了。当然这段呢，你们可能有没看过的，你可以去 B 站搜索一下，啊，就是那个三国演义》刘备临死之前见到，对吧？我不知道怎么搜啊，反正我是看过啊，有这一段，但是可能是因为怕说有这个迷信啊，有迷信说法，就给剪了。但这段是有，啊，确实挺诡异的。但刘备呢也是啊。对吧？这可真是一辈子做了一辈子窝窝囊囊的人，干到50岁事业有成，最终还是没有，对吧？没有这个一统这个后汉啊，没有一统季汉，很难受啊。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就是一个悲剧英雄。那第三就得是那段了啊，关羽死了，张飞跑过来，就张飞。后来你就是张飞跑过来见到刘备，刘备那个表情，你就是你别说他是刘备，就我是刘备，我也得干了啊！什么诸葛亮、赵云的，什么先以这个曹丕篡汉为主什么的，都不想着了啊！就点事就干，好就得干报仇，我管你那个啊！谁杀我二弟，对吧？犹如把我杀了啊！对吧？我们当年一起盟誓，现在呢同年同月同日死，他死了，为什么我不死？我就是要给他报仇的啊！我就要给他报仇啊！对吧？这讲哥们义气，对吧？啊，这排名第3，对不对？
怎么瘦的跟个刀郎？你瘦的跟个屎壳郎的是吗？我郎确实是瘦很多啊。悠悠苍天，何薄于我？当当当啷啷当啷。那个刘欢老师唱那个歌唱哭了，真的。刘欢老师唱那个就是诸葛亮临死那个时候，真的是唱哭了啊。当然，这个报仇没报好，最后嗝了。这个英雄有的时候伴随着悲剧啊，英雄常伴随着悲剧。而如果要是真正成功了的人，可能就不悲剧的人嘛，就可能是个喜剧，咱们也就没那么大的这种纠结的心理了啊。那没那么好啊！艾哥一手爱意火箭啊，这艾哥来了，艾哥我马上啊，咱们这个解说完了之后又是走雷道啊。解说完了之后，我郎就是陪大家伙喝酒的时候了，艾哥啊，这是每年的保留项目，陪大家伙喝点的项目，一定要记住的。感谢我艾哥的一手坠剑啊，差一点坠，但是没坠，哎，2管张灵剑。点个肯德基鸡翅啤酒桶，坐着等我郎一起。我那酒就在后面放着，一会儿我拿过来啊！感谢我们的艾哥啊！这真是我郎今天啊，肯定是有点微爆啊！我瘦了像何云伟，别闹了。好，这个地方咱们是不是要玩一手那个背剑？背剑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背一剑啊，就射到底下。我们看看是不是要啊？哎，一箭射死，然后正好掉下来，空血，看没看见？这特别逗啊，这个啊。这个张辽不会玩吗，大哥？第一，这个是咱们黑色翅膀打的 TAS 操作，是玩秒14的。第二，这你要说不会，他就首先假设他真的是一个人脑玩的，你要再说他不会玩，我真的是服了啊，那可真是欺负老实人了，对不对？我瘦的时候像98年老水浒里的高俅扮演者，你说的老水浒是山东卫视的老水浒还是央视的老水浒啊？你不要整这种混啊！如果是央视的老水浒，那不就是传说中的司马懿吗？那不就是《三毛从军记》里边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啊？那个人吗？啊，魏宗万啊，魏宗万。说句实在话，魏宗万老师确实是人才，确实人才啊。好，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啊，司马懿又是要用张灵剑的方式去秒吗？我们还有一手招安状吧，他招安状应该是留给曹操了吧？要这样的话，招安状留给曹操。我们看看，忍一下，卡住小兵。我们看看现在怎么说啊？先一个飞轮起手，飞轮招，好啊，扔了好多的这个，哇！接着再来，好，双张灵，哎，双张灵，我们看没看到？非常的赖啊！追地下蹲 A 前手。这第一个张灵剑血多，后面的血越来越少啊。它主要是前面要放那个2个铁莲花，先是飞轮起手，然后2个铁莲花放出来，瞬间张灵剑这样似的啊。好，来看看接下来曹操怎么说啊？感谢我们的艾哥啊赠送的火箭，大家伙可以把宝箱里的东西送给我郎吗？多谢了啊，兄弟们啊！来，这个曹操。好，勾引到右下边，先手一个爆气，没有傀儡娃娃，咱们啊，应该是要先用毒镖了吧啊？好，爆气的时间要卡住，差不多了。先手招安状，一个毒镖，1、2、3，秦王砭石，前手一根，再秦王。好的，翻雷滚天，这是4招1式，打了1/3的血量，后手爆气再前手啊，再秦王，前手一根。秦王，好的，再一个打过来，追地，秦王往前拉前手，好，再秦王，2追，秦王往前一打，前手一根落地，好，3追后前手，前手一根，战1、2血杀，哎呦，最后虽然说不是很帅啊，但前面你也看到了啊，就是这么个路子。
好，那可以看到啊，最后呢也是没有结尾的视频，显得有点突兀，不过不要紧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祝大家伙新年快乐。在片尾啊，大家伙也都了解了，一定要3连吗？一定要关注、转发、评论支持我了吗？我们就不多说了啊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